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快啊，我们就进入到了11月，也就是癸亥月。那大家在这个月份啊，遇到怎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3个进入癸亥月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首先啊，第一个，我们这个月份呢，又进入到了另一个纯水能量的一个月份。如果大家都有看我之前的每个月的运势视频的话，你们都会发现啊，其实，在年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纯火的，然后来到纯土，有纯金，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纯水。OK，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癸是属阴的水，亥呢，它里面包含的是一个壬水 ，OK， 是属阳的水，所以你看到上面是水，下面也是水。所以它就是一个水能量非常强的一个月份。那通常啊，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你的八字在见到水的这个能量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反应啊？你会特别的强烈的感受到，因为每个人的八字啊都有点不一样，都会不一样啦。OK， 所以他们在遇到这个水能量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一个反应或者一个互动啊，都会不一样。那至于那个互动是什么啊？那大家就要留守到我的视频的后面啦。我会分析每个日主，也就是10个日主啊，他们在遇到这个癸亥，就是这个水能量很强的一个月份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癸亥啊，它的一个形象啊，就有点像，就是你看到天空是非常的晴朗，然后有云 ，OK， 然后你看到下面是大海，一望无际 ，OK， 这个癸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了。所以这个月份呢，我会说啊，很多事情呢，这个月份看起来是还 OK， 看起来很平静，但其实啊，他们背后啊，他们在暗地里是一种暗潮汹涌 ，OK， 就好像你去海边的时候。你可能天气啊，上一刻是还很晴朗 ，OK， 可能下一刻突然间又开始好像天阴了，或者开始下雨了 ，OK， 而且你看那个海浪啊，有时候风比较大的时候，就那个浪就会比较大，但是如果风比较小了，那个海洋就会比较平静这样子，所以那个变化是非常的快，或者变化莫测这样子啦。那这个跟之前啊，我们在火能量很强的时候，你会说，哎，跟那个之前火的那个能量很像，就是因为火也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一个能量。那但是它的一个差别在火呢是一个很容易看到的，就是说它是很直接给你感受到、给你看到的一个变化。那但是水呢，它是比较隐晦，它是比较让你没有这么容易察觉到。OK， 就像你看那个大海这样子，你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是很 OK， 但是它其实下面呢有很多暗流 ，OK， 或它的有很多不知名的生物在下面这样子啦 ，OK， 所以这个月份呢，我会觉得啊，如果大家就保持一个比较轻松开放的一个态度吧，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出其意料之外的一些突发状况会来到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好，这是第2点。那第3点呢？我们这个月份呢，其实亥呢，在今年呢是没有什么吉星的 ，OK， 它只有一个 ，OK， 我们叫天厨。那其实这个吉星它的这个能量也不是特别的强啦 ，OK， 但是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娱乐享乐，因为你天厨代表你特别会煮饭，特别对餐饮对美食有一种要求。而且在这个月份呢，那个凶星啊也特别的多。OK， 你可以看到有白虎、天雄、子背这些大煞这些。OK， 那所以我在这个月份呢，我会建议啊大家就可能比较放轻松一点吧。OK， 可能去多进行一些交流啊，去休息，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去进行互动啊，去交流，去吃好吃的。OK， 呀，所以就不要这么的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而且毕竟啊，也已经到了年尾，很多事情呢，我们就已经开始要做一个小总结了，然后我们开始要为明年做准备。那说到明年呢，其实我很快呢也会开始推出我的明年202412生肖的一个运程的视频，那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啦。那在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个小小的 bonus， 就是在这个月份呢，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是有寅，也就是老虎。还有蛇4 ，OK，
这两个的话，你在这个月份啊，会特别的感受到，会更有强烈的一个感受了，跟这个亥，OK，因为寅呢跟亥是相合，那巳跟亥呢是相冲，所以啊，对你们来讲，如果你八字有在那个生肖的话，你会特别的更加的感受到这个能量的一个情况。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癸亥月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针对10个不同的日主啊，他们来到这个月份的时候所会面临的一些情况或者一些机会会是怎样。那首先第一点呢，你当然要知道你的日主是什么啦。OK， 那我曾经有拍过视频，大家可以去看。那不然的话，我来在这里也放一个八字的一个例子。OK， 你们可以看那个日主是在哪一边。OK，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八字的话是年月日时 ，OK， 是这样子排的。如果你去找那个日柱那一部分，它的上面那个我已经圈起来了，你们可以看在这里。OK， 那不然呢？你们用的各自的一个软件的话，他们通常啊都会标示出来啦，你的日主或者你的日元，他们有些用日元这个字。OK， 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入10个日主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到甲木。甲木这个月份呢是一个正印还有偏印的月份。那甲木啊这月份呢，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月份就是在海边的一个树木这样子，长在那种海边的那种沼泽的一种树木。OK， 因为这个月份的水能量啊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它就有点像把你这个树呢都掩盖起来这样子。OK， 你的树是长在水里面这样子啦。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月份呢，就正印跟偏印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做学习或者拿来提升自己的一个月份。所以啊，这个月份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甲木的话，你就要去深化你现在在学习的一些东西，去进一步啊去探索你现在正在学的一些东西。OK， 或者你本身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你可能可以再继续的去探究背后啊，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一些学习的点，可以继续让你去提升自己的。那我刚才说了，就是甲木啊，这月份就好像泡在水里的一个树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会建议啊，你要比较小心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啊被太多的知识，就是说太多的这些资源知识所带着走。就好像那个水把那个树木飘走了 ，OK， 把它冲走，然后你飘去外面大海洋，然后不回来了 ，OK。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这一份你就要集中去深化在某一个领域就可以了 ，OK。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是乙木，乙木这一份呢，它也是偏印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它跟甲木很相似啊，都是一个印的月份。所以它代表啊，其实就是你这个月份呢，也是非常的去适合探索你在有什么的一些资源，去探索你有什么的知识可以被你所利用，这样子。刚才说乙木上面是偏印嘛 ，OK， 所以偏印是会比较为主。这份的偏印呢，它是让你好像选择很多 ，OK， 所以你可能要比较优先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 ，OK。其实跟甲木刚才很相似啦，就是说你们都不能被过多的一些资讯或者过多的一些知识所带着走，让你好像没有办法回到来现实里面这样子啦。好，这就是乙木。那第3个呢，我们就来到丙火。丙火这个月份是正官还有七煞的一个月份。那正官啊，我们看到正官的话，就代表啊，丙火这个月份呢，它要求它的是一个领导的一个能力。OK， 那通常领导的一个代表啊，他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人。因为其实啊，很多时候啊，领导不是只是单单是一个职称或者是一个岗位。OK， 它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一个特质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啊，真正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七煞呢，就是一个很好让你去锻炼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时候啦。OK， 但是丙火呢，我会建议啊，可能这个月份呢，你就不要过度的强势吧。OK， 因为你要想象啊，这个形象我们可以回到刚才，就是说有一个太阳在海边。OK， 你可以想象在海边的太阳啊，其实是非常的刺眼或者非常的热 ，OK， 很难受、很难顶 ，OK 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丙火啊，我会建议可能你要更柔软一点 ，OK， 去放缓一点点你的这种所谓的领导的气质，
OK， 不然的话，你身边的人啊，或你的下属啊，或你的同事都会比较难忍受啦，你的一个状态。OK， 好，这是丙火。那第4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这月份是进入到七煞还有正官的月份。那丁火啊，我会把它想象成啊，就是你是一把火 ，OK， 然后你现在要把很多的水去进行一个煮沸，或者去蒸发它这样子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丁火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OK， 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能量 ，OK， 是非常耗这个火啊，要不断的去烧，它才可以煮沸那个水嘛。所以我们回到来现实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去突破局限 ，OK， 因为七煞讲的就是突破 ，OK， 它虽然会给你非常的不舒服。它要让你很多的一些付出、一些挑战 ，OK， 但是它同时带给你的也是一种突破那个以往的一些局限。然后在你进行这个突破的时候啊，你很随时啊就会开始改变你这个人的一些形态 ，OK， 你可以想到那个火把那个水去煮沸的时候，它是变成蒸汽 ，OK， 所以啊，你这个丁火呢，它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可能你的思维、你的情绪、你的身体这些全部部分都会开始有所改变。那这当然前提是你要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啦。OK， 你可以承受这个挑战，然后去迎接它，然后去突破它。OK， 好，这是丁火。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啊，这个月份是正财还有偏财的月份。OK， 所以看到财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啦。OK， 有很多钱来到我们这里。因为癸水是会很自然的就会聚集在这个戊土这里 ，OK， 会流到来它这里 ，OK，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戊土的人，他们身边，除了他们本身比较有钱，他们其实他们的身边也会比较多有钱的人 ，OK， 因为他们就是戊土的一个特质啊，是很容易招这个水来到他们身边的。所以这个月份呢，我会说啊，戊土啊，你会有很多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赚钱的机会啊，自动流到来你这边 ，OK。那当然，要不要去掌握、去把握它，去好好的去赚这笔钱啊，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啦。那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财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下那个健康啊，因为财是一个很耗能量，所以呢，戊土啊也要比较特别注意这个月份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能量状态 ，OK， 不要让自己操劳过度啦，也要适当的一些休息。好，这是戊土。那接下来就是己土了，己土这个月份就进入到偏财还有正财的月份。那己土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因为己土本身就是一片肥沃的土壤 ，OK， 当它有很多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在灌溉这片土地 ，OK， 所以啊，其实这个你这样子灌溉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可以有很多东西会生长出来 ，OK， 你过后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收割了 ，OK， 所以就代表就是钱呐、都是财，你看它跟戊土是一样的，它只是这个月份是偏财会比较多，所以啊己土呢这个月份呢、我会觉得你可以去最大化的去赚钱 ，OK， 你可能比戊土有更多的赚钱机会 ，OK， 戊土是很多赚钱的机会来到他那一边，但他不一定赚得到 ，OK， 但是己土呢是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可以让你比较容易掌握这样子。那当然啦，己土因为有太多的这些机会，很有可能呢，他会比较分心 ，OK， 或者太过贪心啦，他什么都要赚完这样子 ，OK， 所以我会说就是时间呢只有1个月啦 ，OK， 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比较集中一点会比较好。好，这就是己土。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这月份是伤官还有食神的月份。那讲到伤官呢，当然就是关注力啦。OK， 这个月份呢，大家都会特别的关注你。OK， 那当然啦，大家在关注你的时候，你本身是有什么底，或者你本身是有什么实质的一些内容可以提供给外面的一些价值啊，是什么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啦。OK， 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月份就是伤官还有食神啊，所以食神讲的就是一个。你可以动用一些你的能力去创造一些东西，去打造一些东西出来，或者可以趁机展示你的一些才华。OK， 因为食神讲的也是个人的一些才华，所以呢，这个庚金啊，这个月份呢，我觉得就你不要只是
享受在这种镁光灯下，然后而忘了真的要提供一个实质的内容给你的客户或者你的公司或者你的观众啦。好，这是庚金。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呢就来到食神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讲到食神，它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代表。OK， 所以这个月份呢，辛金是可以很好的去进行完善你个人的一些产品或者你个人的一些服务。那当然，如果你要完善你自己也是可以啦。辛金本身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注重一些外表 ，OK， 或者他们的一些比较完美主义的一些特质。那么再加上食神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完美主义一点。那所以啊，这个月份呢，你是可以很好的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完善的动作。然后啊，在你进行这个完善的时候，你可以比较专注在你的这些产品或者你的服务或者你自己本身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讯息。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是创业的话，你这个所谓的产品的这个讯息，或者你提供这个服务的背后的一个目的，这个讯息是什么，是会非常的重要。OK， 所以你是辛金，然后你是在创业的话，我会特别的利用这个月份来做这回事啦。OK， 去更加的去思考，去完善它，去讲我们的公司其实就是要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OK， 或者为了帮客户达成怎样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辛金。好，第9个我们来到壬水。那壬水这个月份是劫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首先看到劫财啊，大家就可以想，耶，OK， 就是花钱买娱乐了 ，OK。所以壬水啊，这个月份呢，可能呢你会特别的想要花钱，特别的想要去吃喝玩乐 ，OK， 尤其是跟朋友啊。跟家人啊 ，OK， 去花钱 ，OK，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OK， 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你的能力范围内啦 ，OK， 当然不要去借钱，不要去举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要看啊，你花的钱到底值不值得去花。如果好像真的是把一笔钱随便就花出去，然后但是到最后你又没有享受到任何东西，你也不感觉开心的话，这样这笔钱就是白白的浪费掉了。对，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要用的开心，用的你要觉得我是值得的，我是值得这笔钱。OK， 我辛苦赚这笔钱，就是要来享受，要让我自己花在我自己身上。好，这是壬水的这个月份。OK， 壬水没有什么东西要做了。OK， 好，那第10个呢，我们来到癸水。OK， 癸水。那癸水这个月份呢是比肩还有劫财的月份。那比肩呢，讲的就是一个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同好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OK， 尤其是癸水啊，癸水会更容易跟别人一起聚集在一起。你看到水的话，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已经是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状态 ，OK， 你很少会看到他们是这样分散的。有啦，这分散的时候，很快那个水就变成不是水了，因为会蒸发掉了。所以癸水啊，这个月份呢，会特别想要跟朋友进行一些联系啊，可以去进行一些交流啊 ，OK， 这些都是好事啦 ，OK， 你可能有很多朋友你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月份啊，去特地的跟他们进行一个联系，维护一下你们的感情。那在维护的过程你们可以做什么呢？对，就是劫财 ，OK， 就是花一点钱可能大家去吃喝玩乐一下 ，OK， 可能大家通过食物美食，因为大家记得吗？在讲癸亥的时候，这个月份是没有什么吉星的，我们就有一个叫天厨的吉星，所以大家可以去吃好吃的，OK， 去探索一些餐馆毕竟也年尾了嘛，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 ，OK， 可能也可以提升一下你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子哦。那当然癸水还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太容易受你的朋友影响啦 ，OK， 因为癸水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日主，所以呢，有时候如果朋友太过负面的话，或太多负能量，所以他就可能也会被带着走这样子，所以我会尽量比较留意这个月份，不要受他们影响。好，这就是癸水。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月份呢，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大家如果在这个1个月过后有什么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反馈的话，都可以欢迎在留言让我知道啦。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专注在明年2024的12个生肖的一个运程视频啦。OK， 那可能会慢一点，发视频会慢一点点，那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耐心啦。OK，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